照抄我国的埃塞俄比亚 GDP 20年翻10倍，为何还战乱不断？非洲国家因为殖民原因发展落后，位于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与我国合作密切，不断学习我国发展经验。20年间 GDP 实现极大增长，但是却依然战火不断，这是为什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位于非洲东北部，东与吉布提、索马里毗邻，西与苏丹南苏丹共和国交界，南与肯尼亚接壤，北接厄立特里亚，国土面积 110.36 万平方公里。非洲国家大多人口密集，民族众多，埃塞俄比亚也不例外。该国人口约 1.2 亿，全国约有80多个民族。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是亚的斯亚贝巴。亚的斯亚贝巴地处高原之上，海拔约2400米。它不只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也是非洲联盟的总部所在。埃塞俄比亚境内有众多的河流湖泊，尼罗河的2大主源之一青尼罗河就发源于此。青尼罗河在苏丹首都喀土穆注入尼罗河主干，为其提供了 70% 的流量，全长约1600公里，上游借由鲁塞里斯水坝和森纳尔水坝，以便灌溉该河流与白尼罗河之间的杰吉拉平原，灌溉面积约40万公顷。因为河流众多，埃塞俄比亚的清洁水源覆盖率超过 60%， 被称为东非水塔。其境内还有大量的黄金、坦尼矿、镍矿、铜矿、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仍然以农牧业为主，农业出口创汇占 GDP 的 40%。该国的出口农产品中，咖啡产量位居非洲前列，年均产量33万吨左右，占世界的 15%， 出口创汇占到全国出口的 24%。该国是畜牧业大国，畜牧业约吸收了 30% 的农业人口，产值约占 GDP 的 20%， 其牲畜存栏量位居世界前10，非洲第一。埃塞俄比亚工业基础薄弱，基本的原材料依赖进口，主要工业是食品、纺织、饮料、皮革加工。埃塞俄比亚的发展之路。在非洲大陆上，政变和军事冲突以及干旱和饥荒都是常有的事情。在1983年至1985年间，埃塞俄比亚爆发了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造成了800多万人的死亡和数百万人的流离失所。而且1977年至1991年，埃塞俄比亚在外与邻国厄立特里亚以及索马里等国开战，在内还有反政府武装引发的乱局，国内的人均 GDP 远低于非洲平均水平。直到1991年，埃塞俄比亚革命民主阵线推翻军事政权，建立联邦制度，国家迎来一丝喘息。但是好景不长，1998年至2000年，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再度爆发战争，10万人因此死亡，数百万人成为难民。战争和灾难使埃塞俄比亚社会严重受创，错失发展机遇。在2000年时，该国的人均 GDP 只有650美元。埃塞俄比亚在抗美援朝期间曾派兵跟随欧美，在作战过程当中接触到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即使面对美苏也从未真正低头。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实力有了巨大的提升。此时的埃塞俄比亚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在与中国进行接触和了解后，埃塞俄比亚选择与中国合作。2000年以后，埃塞俄比亚与我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接受了我国大量投资和帮助。这些资金集中在基建和卫生、农业、教育等民生部门，这为埃塞俄比亚经济繁荣提供了基础。同时，我国还修建了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的铁路，该铁路是非洲最长的跨国铁路，为身为内陆国的埃国开辟了一条出口通道，极大地提高了该国的物流交通效率。同时，我国还为该国援建了非洲最大的水电站和工业园区，使其拥有工业发展所需的充足电力和基础设施，以及吸引外资的平台。这些都增加了该国的就业和收入。同时，埃塞俄比亚还学习中国制定5年计划和扶贫战略。在这一系列措施的帮助下，根据联合国数据，从2000年到2019年，埃塞俄比亚的人均 GDP 从120美元增长到850美元。人均贫困率从 44.2% 降低到了 23.5%， 人类发展指数从 0.283 提高到了 0.485。这表明埃塞俄比亚已经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这些成就使该国被称为非洲脱贫样板。但是好景不长，埃塞俄比亚在2021年再度迎来战火。3. 埃塞俄比亚为何战乱不断？我们前文说过，埃塞俄比亚国内有80多个民族，这次战争的根源也是民族矛盾。埃塞俄比亚进入新世纪之后，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是忽视民族关系的处理，民族矛盾和分裂主义盛行。2020年，埃塞俄比亚政府为应对疫情宣布推迟大选，反对派认为这是总理延长执政期的借口。提格雷地区的执政党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当地单方面地举行了选举。提格雷州是埃塞俄比亚的自治州，人口约600万，主体民族是提格雷族。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曾经是埃塞俄比亚的前任执政党，1991年推翻了埃塞俄比亚军事政权，建立联邦制度的就是该党。2018年，新任总理上台之后，对该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削弱和打击，使其感到不满和威胁。针对此次单方面选举，埃国政府决定出兵，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双方因此爆发冲突。导致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该国本身民族矛盾复杂，这里面又有历史、发展、改革等多种因素。此外，国际政治也是其一。埃塞俄比亚与中国交好，远离西方，这自然是欧美国家不愿看到的。总之，在各类因素相互作用下，该国的局势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稳定。